普选上，印度倒霉，未来你的投资该走向何方呢？今天带你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川普选上之后，到底哪个国家的经济会很好？你的投资应该要往哪个方向去呢？本来呢，大家觉得说，印度可能很有机会，是不是？因为这次呢，看到川普跟贺锦丽在选啊，大家觉得，贺锦丽她有印度裔耶，那这个印度裔，印度如果扯上点裙带关系，是不是很有机会啊？结果呢，这印度人妙了，印度人不挺印度人呐。印度其实呢，他们在美国当中，印度裔的移民很多仅次于墨西哥移民啊，他们总共呢，印度裔的在美国有520万人，这么多。结果，他们没有偏好贺锦丽，因为他们觉得贺锦丽基本不算印度人，因为他就在美国出生长大，他的思想脑子里面全部想的都是美国人那一套，他想的是自由，他想的是觉得印度好像太过集权太落后，然后又重男轻女歧视女性各种，所以呢他就觉得这样自由派的人好像挺他吗？好像没有。所以你也看到最后选举这个结果出来了，川普不就碾压式的获胜了嘛？好，那无论如何不管，那现在已经是川普时代，我们就来好好聊聊川普呢，他上位了之后到底印度怎么倒霉了？很妙的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因为呢你看到这个莫迪很明显的在中美之间选择了美国，然后呢你说那美国选择了一个川普不是他在印度感觉也是大家很喜欢他，记不记得在上一任这个川普当总统的时候，他到印度去，居然有人帮他盖庙拜他觉得他是神觉得他是偶像崇拜结果呢没想到川普当选了之后，这个印度没有等到他当选就已经倒大霉了。好，我们就来看怎么个倒大霉法其实呢在这个美国未来的一个政策，我们看川普他的政策有人讲在川普一当选之后马上就点3个国家，说这三个哇，这个接下来问题很大了哈。好，那什么问题呢？他们讲说韩国，为什么呢？韩国呢，它做的主要是电动车的电池，那比如说像 LG 那这个 LG 怎么个赚钱法？跟中国那些电池厂商不一样的。LG 赚钱呢，很多的地方是拿补贴赚钱。美国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电动车的补贴的一些方案，像是这个降低通膨法案嘛，补助了很多绿能的永续的这样的一个企业那 LG 呢，很多都是拿这个赚钱。好，所以如果川普上来了，他就觉得什么绿能什么环保那叫做绿色骗局，就拜登骗你的，拜登都老连痴呆还骗得了你，那你是不是考虑一下你自己的智商在哪里？所以呢你就说了那他如果降低减少了这样的补贴韩国可能就倒霉了。再来呢就说这个那可能一些半导体的产业，大家就说那台湾是不是可能接下来有问题因为他一直不断的讲台湾的护国神山这个台积电台积电好像这个偷走了美国的生意不是这样说的嘛？所以大家说哇，那个半导体产业可能晶片法案万一这个川普取消那这些半导体的产业，你看台积电三星英特尔是不是补贴都拿不到？结果又有印度，为什么？印度呢其实是一个学名药的大厂，这个大厂都在印度，它做很多药。那其实呢，这个印度做这么多的制药，这个未来这个美国可能它的一个关税要提高，那这个贸易可能会受到影响。制药啦、纺织啦。还有资讯产业，印度有非常多的 IT 产业，那有很多的一些在美国的一些大企业很喜欢用印度人，因为印度人聪明，所以呢这个印度人通常都会拿工作签证叫 H1B。 但是呢记不记得上一次这个川普在当总统的时候，他就针对这些移民紧缩，所以呢这些印度人就很担心，万一我又来不了美国工作，影响到他们的一个这个工作的前途。所以呢你就说了这个川普当选，大家以为这跟他友好跟美国友好的印度，或者是跟上一届的总统友好的这个印度，怎么好像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还有一个受害的，我们看现在印度的股汇
崩盘当中，现在进行时。好，那你就说了很妙啊，因为呢，川普不是当选了，然后美股都喷出嘛，然后你看这个各国的股市不是表现都还挺不赖的吗？那为什么印度股市从这个川普选上之前就已经不断的被提款？它的印度的一个货币不断的在贬值，然后大家就开始联想说，那到底为什么？好。首先，这个川普当选了，大家觉得他美国至上嘛，所以可能美元会强。好，美元强，其他货币当然弱嘛，所以呢，好，这个可以理解，印度的货币就弱了嘛。所以呢，印度的央行就开始想尽办法撑住他们的货币，足贬，然后希望呢可以就赶快把资金留在印度里面资金不要外流，资金不外流很重要，但是现在印度挡不住，为什么？资金不断外流中，资金外流到哪里去？到中国去。好，我们看到了这个资金，给大家数字哦。外资呢撤出印度光是在10月份就来到104亿美元，这是创下历史新高。然后呢，这还每个月还在撤出当中。大多撤到中国去。好，这件事情呢也跟川普有关了。好，中国呢现在当然有自己的经济下行的困境，再加上呢现在中国预期川普在当选了之后呢，可能针对中国还会有进一步的制裁，可能科技贸易战可能什么又来，所以呢更要大规模的刺激经济。于是乎呢，大手笔史上最大就是大绝招出来了之后呢，大家都看到了，与其我买那个高高的股市我不如去买那个感觉好像超跌的陆股。所以呢，大家前进到陆股去。那当然啦，这些外资它会从不只是印度提款，像台湾的股市，像韩国的股市、日本股市都被提款，但是印度提最多，因为大家觉得印度令人忧心不仅仅是它的货币在贬，再加上印度的态度，让大家觉得你到底是站哪一边？之前呢，印度蒙受青睐，因为大家觉得中国+1嘛，我要从中国撤出来，我世界工厂要换位子，我换到印度去，所以大家都青睐印度。再加上印度也就很摆明了，我就是西方民主阵营，他就告诉大家我就是亲美这一篇。所以呢，大家就说 OK， 那我就投资你，很放心嘛，你是朋友。那于是的，你看美国就是告诉你说中国是坏蛋，所以呢，我们当然要跟好人做朋友，我们跟好人做生意，所以很多的钱从中国挪移到印度，但现在又开始挪回中国去，到底为什么？因为大家开始怀疑印度，觉得你是不是骗我的？你说谎吗？怎么这么说？因为呢，印度跟加拿大最近因为了这个加拿大这个印度有一个这个宗教的领袖在加拿大遭到了一些这个意外。好，于是呢这两国之间关系就紧绷，所以呢这个闹到最近这个两国呢是互相驱逐对方的一个这个外交大使。好，那这件事很严重啦。但是呢，加拿大是谁加拿大是美国的小弟，美国是谁美国是老大。好，那于是呢，这个加拿大其实跟在美国屁股后面参与了很多重要的组织，于是呢，你现在跟加拿大为敌，加拿大是可以跟美国咬耳朵的，他就觉得，其他的一些外资就觉得，那你怎么回事？怎么会跟西方国家这样直接互相驱逐使节？就觉得这种事情好像感觉是莫斯科才会做的，是不是？感觉什么伊朗会做的，感觉是北韩会做的事情，怎么你会做所以呢，大家就 confuse。然后再加上呢，印度最近做了一个决定中印之间的边界争议，之前不是还互相冲突吗？各种什么的，现在呢，这个中印之间的边界，印度说争议的地带，他想要把部队后撤，也就是呢，希望可以降低在边界之间的冲突。好，但是呢，过去一段时间，因为在边界的冲突这个西方国家那种看好戏的心情，你知道吗？就看着印度这个狼牙棒这个跟中国解放军对决觉得哎呀。赞吃爆米花，对不对看你们打来打去，对不对？哈哈，笑死我了！就不要跟他这个不能输，跟他拼。然后你看到了这个印度在这个最争议的地带跟解放军你来我往的时候，这个西方国家那边看好戏，就看你印度够不够 guts， 我看你把他逼回去，这个样子的。好，但现在印度突然没了，印度说那我后撤。于是呢，西方国家突然间觉得，那你现在是要跟中国妥协了吗？你是自己投降了吗？你自己后撤什么意思那个我过去看好你你怎么自己就不跟他冲突了嘞？好，于是呢，这件事情再加上加拿大的事情，都让这个外国资金开始觉得，印度你的这个
立场好像有一点你还是我的朋友嘛那种感觉，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个外资撤离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撤得很快。然后呢，现在钱都到中国去了这个当然啦，我觉得钱是聪明的，我们常常讲smart money 这个热钱是非常聪明，聪明钱哪里有钱赚就哪里去。那当然现在看到就是中国有钱赚，你知道要赚钱的时候，不管政治立场，不管颜色，不管我喜不喜欢你，不管我觉不觉得你是坏蛋，没有关系的。有钱赚就好的，所以呢，现在钱又进到中国市场去，去赚这个中国的陆股不管它是长期的这个大长多、大牛市，还是我短期的反弹，没有关系，我能赚到钱就好。所以呢，现在印度面临到抽资金的一个难题，但是呢，资金在这个印度还有一个很妙的，你就说，印度被抽资金，但最近它创下一个历史金氏世界纪录，他们创下了一个史上最大标股。好，这个标股呢叫做这个Alsid 这家公司是一个投资公司，那这个投资公司很妙。它之前的股价才大概台币1块钱左右，就是卢比大概是这个3.53卢比。好，那这家公司呢，就是你就觉得很烂嘛，股价很低。然后呢，这个印度就讲了，他就说，但其实这家公司很好。他说这家公司它其实持有全印度最大的涂料商，像油漆涂料商的股份有2点多个百分点，所以他就这个印度的他们这个政府就站出来讲，他说有很多像这样的好公司这个大家不知道而已，那它股价一直长期这样委屈很可惜的。于是它的股价这个政府一开金口就飙，你知道它股价涨6.69万倍，你看股价可以这样涨，1块钱涨翻天，金氏世界纪录。但只有它，另外一家很大的公司大家寄予厚望的，大家说这个是印度史上最大的一个规模的 IPO 案就是南韩的现代汽车，它的印度分公司在印度股市挂牌上市，破发就跌破发行价，破发直到现在。所以呢，你看大型的好公司吧，现在好公司吧，大型的公司上市了之后呢，感觉好像有一点这个表现不如预期。那不仅仅是现代的这个印度子公司挂牌这么惨，还有很多大公司最近的挂牌 IPO 的案子都很糟糕。所以大家就说了，哇，这个印度股市好像瞬间感觉好像雪亮燃尽的那种感觉所以呢，这个印度到底最近发生什么事情让大家觉得有点伤脑筋？但是呢，其实老实讲川普上任了之后，大家的投资的方向的确应该重新看清楚印度呢有一些这个理由最近可能比较委屈，那但是呢有一个川普非常看好的一个领域，大家可能要多加留意，那就是比特币。比特币呢这个今年2024年它除了是它的这个奖励减半年，再加上大家选举年选出了川普呢，他不断的，他已经变成这个加密货币的，大家觉得他就是那个提倡者了。他不断的讲他说这个未来美国要成为一个加密货币的一个这个 super power， 他觉得要成为一个超级强国。然后呢，他也觉得说现在呢美国的这个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这个加密货币有很多的一些绑手绑脚的规定。他说我上任之后，我第一件事我就把那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他的一个这个主席我就要把它拔掉，然后呢我要换一个挺加密货币的人来。然后他不断的告诉大家说，他说你买了加密货币，你买比特币之后，你就千万不要卖掉。他就不断的说这个美国要成为加密货币的大国。那于是呢，你看他不断这样鼓吹那当然加密货币就创下了比特币创历史新高。好，这是一个大家可能要关注的，不仅仅是你可以投资比特币，亦或是其他加密货币，又或者相关的一些产业比如说挖矿机的各种大家参考一下。另外呢，还有就是川普上任了之后，你看到他说要化工燃料，这都是他要强调的部分。因为他就讲了拜登提的那个什么气候变迁全球暖化，他那个叫做绿色骗局嘛。所以呢，这些化工燃料相关的个股你也可以参考。还有一个呢，就是那绿能相关的呢那这下问题就麻烦了。如果呢这个美国不挺的话，相关供应链会不会承受压力呢？大家可能也要放在心上。所以呢，今天就特别跟大家聊聊这个川普已经未来他就要入主白宫了。那到底大家的投资呢，你应该要怎么样布局有些领域呢你应该避开的，有些国家区域现在委屈的你也可能小心点。但是呢，有一些这个就是川普热爱的，比如说加密货币相关，大家可能可以多留心咯。好，这是今天帮大家准备的内容，希望你喜欢咯。我们下回见，拜拜。